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最近呢，经常有朋友私信我啊，主播看了你的视频，很想入坑 OPCG 啊，但是我听说这类游戏都非常的贵，一套牌得花好几万，是不是真的呀？我好害怕呀，我怕我玩了以后家里人怀疑我吸毒怎么办呢？首先我先给各位朋友澄清一下哈，吸毒比玩卡省钱开玩笑的，我荒谬与赌毒不共戴天哈。其实大部分的朋友呢会觉得玩卡很贵，是因为身边能听到的关于卡片的新闻都是那些天价卡的新闻，比如之前拍卖的8700万的金眼白龙，400多万的黑莲花，还有500多万的皮卡丘。别说你们觉得离谱了，我都觉得离谱。这天大的富贵怎么就降落不在我头上呢？这些特别贵的卡呢，其实都是极少数的情况，并且这类特别贵的卡呀，除了黑莲花可能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以外，大部分的这类卡呢还是以收藏为主。这就跟你家里摆个古董花瓶只是用来看的，一般不会用来插花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我要是真是插花的，随手路边10块钱买个花盆就得了。同样的，我真想打牌用个最便宜的就行了。当然也不排除有富哥们用高喊贵卡打牌的，这些就都是量力而行了。毕竟普通版本和高级版本用起来都是一样的。此时有稍微了解过一些 TCG 的朋友可能会说了万智牌一套摩登基本都得2000起步迪士尼洛卡纳开一盒就得1600，你劝人玩 TCG 不就是骗人花钱吗？这里澄清一下，虽然确实会有一些经济门槛很高的 TCG， 但是 OPCG 应该算是我玩过的 TCG 里面算比较便宜的那一档了。虽然也会有比较贵的卡组，但也其实都是极少部分，大部分的主流卡组造价呢集中在500上下，且呢比较保值，还能玩很久。更有像绿乌塔这种特别便宜的平卡战神，并且入坑基金门槛低，却不代表这款游戏的可玩性就低。今天呢，我就为了证明，不是所有的 TCG 卡牌都要花很多钱，还要证明即使只花很少的钱，也能获得很高的游戏体验。发起一项挑战只用100块钱组一套牌去打比赛。当然有成绩更好，没有也正常嘛，毕竟我菜嘛，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开始构思构筑。因为预算呢只有100块钱，所以那些需要特定单卡其次且单卡价格就超过30的卡组，咱们可以直接不用考虑了。比如黑色的萨博莫利亚，黄色的卡2，绿色的白马克拉松索隆，紫色的小冯，红色的大马哥，蓝色的女帝。狱组呢也不用考虑了，单狱组最低就60，还需要俩。简单做个筛选就可以排除掉沾黑沾黄的领袖了。绿色的白马和加克拉松主要集中在超新星的体系中，也排除掉。紫色几乎没有卡组不下小冯了，紫色这些就不考虑了。红色大马哥因为是08白团加强，那沾白团的卡组咱也都不考虑了。蓝色目前能玩的卡组呢，基本也都需要女帝，基本也都 pass 了。经过我的重重筛选我终于构建出了一套我认为有一定强度，并且造价还真就没超过100的卡组。和之国轴的红绿玉田。和之国轴最近在日本那边真的是大放异彩很多沾绿的领袖呢都选用了和之国轴作为弥补续航的手段。那我们本家和之国轴的老大哥光月玉田是不是也应该搭一搭这股风呀？红绿玉田呢是在 EB01 中出现的领袖技能也就迫使卡组构成基本要以和之国为主，而和之国从 OP01 诞生至今一直都是最便宜的主轴之一。整套卡组中最贵的就是这张 SEC 的大和了，但是也只要20块钱，甚至我认为这张卡还不是必要的，成本可以进一步的压缩。我也只是为了把这100块钱花完好不容易申请到的拍摄资金当然得用上了。先说一下价格计算的规则是用集换社根据我需要的卡片数量找到满足数量的最低价格去计算的。因为这套卡组中的大部分卡呢其实都是在功德箱里找到的，极个别的去收一下就可以了。因此如果你能找到组织的话，这套牌的价格可以继续降低。我也是组的时候才知道大哥光月玉田集换价都没有超过1块钱太有牌面了。卡组呢已经组好了，因为没有经过什么测试，表现可能一般般。咱们现在就出发，看看这套牌的表现如何吧。Round 1，第一场呢是打了个佩罗纳惨败。因为玉田的领袖技能呢要求场上必须要5以上的角色在场，这也就决定了玉田在10费回合前基本都是每个回合单角色占场面。佩罗纳面对这种没有复数展开能力的卡组真的是开心坏了，天天揍我小玉，我上一个他解一个，我上一个他解一个，我都替他开心。再有就是成为我的武士这张牌其实是有些依赖自己的小玉能在场上活下来的。佩罗纳对这种小怪真的是赶尽杀绝太残忍了，一个不留小玉这么可爱为什么要弄死他？玉田的资源呢十分的有限，
极其依赖武士的过牌，最后也是因为手里卡了2个武士赚不到牌，只能是含泪被佩罗娜带走了。这种就属于大劣势对局，确实不好赢，又输了骰子，没有抢到后手。其实如果能忍住1-3费不干事儿，把小玉和光月日和加武士的 combo 留到7费再打，可能会好很多。总的来说就是打得不够细吧，下次注意。Round 2。第2场呢，打了个黄狼艾斯拿下了。黄狼艾斯呢，感觉和玉田呢有点像，都是偏向于战场的卡组。然后他是7千头，我是6千头，但是总的感觉这把还算是赢得比较轻松吧。黄狼艾斯自己也是一套组合技卡组，但是他对运气的要求比玉田可以说是高了很多。虽然我的对手当时没有出现奶进去却没有变出来的这种尴尬，但是因为我贴一东就可以去蹭他的头，并且当时我场上还占了个小局，能频繁的过他的墙，这让我能很轻松的消耗他的血量和手牌。而艾斯又没有像绿色有成为我的武士这张能快速帮助赚资源的牌，所以被消耗了就是被消耗了。逐渐拉开卡差之后呢，这局也就赢得比较轻松了。因此其实玉田还真的是属于这些战场型领袖中比较能打的那一类，不过就需要走位好一些，别碰上黑色了。 Round 3。第3场呢，对阵艾尼路被关键触发翻盘了。玉田呢对艾尼路的对局，玉田还真的不算是很劣势，甚至因为现在很多艾尼路都会减少对狱组黄萨博的投入，玉田卡组的战场角色呢基本都是5费，无法被涅槃处理，弹头岛的路飞也基本就是摆设。前期真正能处理玉田场面的只剩下触发出的阿娜美了，然后就是大部分的情况下艾尼路也很不愿意去处理小玉这种没有用的检索角色，所以武士基本都是能赚到牌的。再加上如果玉田前期顺利的话，8费回合就可以去要艾尼路的大量手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玉田的领袖技能会把所有没有边的角色都视为有1000边，所以我在构筑时带了很多4费6000、5费7000的没有边的角色。这种虽然身材超模，但在别的卡组里会很卡手的牌，在玉田卡组里大放异彩。4费时用光月日和变个5费出来，6费时再登场个5费角色，并且还都是7000的5费角色，再算上打的3角，正好把艾尼路打到1血。8费时起码3角9000，狠狠的要一轮手牌。9费时他一般需要奶血，不能对场面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可以再打一轮手牌，基本就稳了。当时这个思路呢，也是因为失败才总结出来的哈。我这场失败也是因为8费时没有去狠狠的打他一波手牌，而是选择了战场面。现在想一想，甚至当时要是打2角大的，估计当时都赢了。然后就是出现了第2个失误，这个失误就是比较通用的一个理解了，确实就是当时没想起来，面对黄色，尤其是艾尼路，当场上有2个可以攻击的角色时，应该头先打，这样即使触发 KO 或者卡彭，角色直接就不打了，这样下个回合呢他就不能解你角色了。这2个失误加一起，我又没有抓到大哥玉田，进入了艾尼路的节奏呢，就没有希望了。不过打艾尼路这2个方法和注意事项，大家可以吸取一下经验。Round 4。第4场呢，对阵女帝也是劣势对局，十分难打。女帝也是真狠啊，一个场面不给我留，让我每回合的费用都是去铺场，没有办法打她的血，就这么被她每回合抓2张牌给硬生生的耗死了。玉田面对控场型资源卡组真的是毫无还手之力了，面对明哥可能还好，明哥更会注重资源和铺场，女帝则是更注重资源和控场，所以红佐罗其实也是更怕明哥，一旦资源跟不上，很容易就被明哥每回合2个3个的给扑死了。8费大哥被女帝直接一锁，瞬间减少2条空品，顺带还能把小玉逃之若杀的给吹走，算是玉田最烦的一张单卡了。不过面对波妮，8费玉田就很厉害了，能够稳定打出2角大的。这4场也是把目前主流的几种卡组形态都碰齐了吧，就差个红子罗了。不过感觉打红子罗玉田会是优势对局，一个是玉田呢是6000头，红子罗不好蹭，另一个是战场角色呢都是7000的，红子罗不好解。红子罗最怕的几个点他都有，不过这个就让观众朋友们帮我试一试了。娱乐赛是打完了，虽然结果一般呢，也没有拿到名次，主要还是我太菜了。但是在玩的过程中还是非常的有来有回，玩的也很有意思。总的来说，我对这次100元卡组挑战，我认为还算是成功吧。如果多加练习，多注意细节，感觉这套卡组是能有表现的。想尝试的朋友呢，还可以尝试一下锦卫门加雷藏的一个续航组合。我呢，也只是抛砖引玉哈。卡牌游戏最主要的还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构建卡组，并用自己亲手构建的卡组去竞技玩耍，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享受过程，不用太在意结果。
这个组卡挑战呢，只要本期点赞过200，我呢就会继续延续下去，尝试不同的低成本卡组去打积分赛，看看什么领袖拿到的成绩最好。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投稿构筑，帮我提供思路。本期视频呢到此也就正式结束了，之后呢我也会尝试更多的能够帮助新人的视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咱们下个视频再见。